Hello，大家好久不见了！今天终于要来试试这盒半年多前就买的史明克24色半块水彩。黑色金属盒内附有色卡，但我习惯直接画在我平常用的水彩纸上。我通常都是买管状颜料挤在小格子内，半块水彩看起来好像糖果，好舍不得拆开。试色前，我先写上颜料名称。擦颜料很有趣，前一两个都很小心翼翼，后面就越来越随便了。我还是会把颜料包装留下来，贴在另外一张纸上保留，以便有需要的时候回头查看。你们会将包装纸留下来吗？史明克水彩有专家级和学院级，通常品牌有分等级时，代表两者的色粉原料或色粉的量有不同。专家级色粉的量通常比较多，学生级或学院级可能会使用一些化学原料取代，以压低价格。例如这盒史明克专家级水彩，在当地美术社是147欧元，而同样是24色半块水彩，学院级的则是95欧元。我没有试过学院级的，不过我看过测试与比较的影片。我相信对大部分的使用者来说，学院级的颜料也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品质，也足够使用了。试暖色调时真的感受很愉悦，不过我通常对于冷色更加期待。这个 Cobalt Green Dark 是我最近蛮常用的色调。画下来的感受是，这些颜料都非常的浓郁，只要沾上水就很容易被溶出。接下来我想先用简单的色调练习一些风景元素。
上色前，我先用流白胶遮蔽我需要的部分，可以先沾取肥皂水来保护笔毛。填空完成后，使用小一点的笔，并沾取更多颜料绘画云朵。绘画水面波浪时，同样运用水彩的施中施技法，在底色未干前加上小小的波浪。当画面逐渐干燥的过程中，都还能继续慢慢补充笔触。
我在这一幅当中使用深棕色的比例比较多，加上许多湿湿的笔触，慢慢一层一层加上树木的造型。越后面的层次，造型就越清晰。最后一个我画的是岩石和浪花，我直接用中型笔画出所有岩石。接下来加强岩石的立体感。直接画出不规则的浪花。最后一个步骤，使用照射的方式，使局部浪花变暗。
主要衬托深色岩石旁最浅的浪花。将月亮和星星的留白胶移除。我很喜欢用简单的色彩创造一系列的图像，不需要很完整或非常细致或者写实，可以放松去玩笔触，尝试不同画笔湿度带来的不同效果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希望下期影片再见。